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黄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一中老师，大家晚安。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一夫，大家好。那立法院荣顾问3Q 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整个大罢免氛围一路到了现在，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包括中部啊、南部的一些地方，因为这次的台风还造成一些灾害。可是国人所有的在政治上的氛围，除了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救灾以外，当然更重要一点是，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氛围？大罢免氛围。有稍微降一些吗？还是那个热情再往上攀呢？如果现在讲起来的话，大概离26号投票只剩下18天左右的时间。这18天你换算过来，尤其周六周日只剩下各2个周六2个周日，那中间的周天又该怎么办？现在如果照媒体的报道的话，大概已经是打到了巷战、肉搏战，大概都已经到了这些地方了。好，第一个绿营这个地方。媒体上报道列出了5个必罢的名单，那5个是哪5个？好，你大概脑子会浮现出一些的名字。那媒体报道，绿营列出5个必罢名单：傅昆萁、徐小清、王宏威、叶元之、罗廷蔚，这是必罢的目标。面对傅昆萁他们列为所谓的首恶，很快会展开下一波的攻势。那据透露，民党党内内参的民调说，如果要扳倒傅氏王朝，还有一段距离，但全党持续努力和民团携手。化不可能为可能。那蓝营这个地方呢？蓝营这个地方，媒体报道，蓝营力求被罢的风险席次降到5席以下。媒体报道，蓝营估计被罢的风险可望降到5席以内。那近期情势转趋乐观，人数大幅降到5到6位左右，包括叶元之、王宏威、徐小清、王建斌、罗廷蔚、刘许婷是陷入激战当中。当然，这里头是各自大家估是媒体上面一些报道，但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氛围来看的话，如果照小笠原欣幸还记得吗？小笠原欣幸直接讲，如果民进党最成功的罢免，在第3届要罢掉10席以上，你才有机会赢得6席补选，让国会过半，否则这就是非常严重的挫败。但是双方都缺乏决定性的因素，哪一边占上风，到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剩下这18天。到底谁真正占上风？你可以看到，从所谓的31-0到现在，罢团跟绿营这个地方呢，一直希望能够让声势不坠，然后同时罢团跟绿营之间的合作，那一直还在整合当中。那包括从所谓的民团先行，到现在跟所谓的跟罢团要一起并行，所有这样一些的作业。但是你看到蓝营这个地方，蓝白之间的合作，赵少康讲说蓝白都是相对的少数，是嘛？要不然赖清德总统怎么会是总统呢？那如果4-3-3这样比的话，这样是相对少数，但如果结合起来，他们叫做脆弱多数，真的能够结合的天衣无缝吗？两大阵营之间到底未来怎么看？来，一战是，如果从这些名单一路往下看，可能不脱大家想象的一些名单，没错。但问题是，绿营跟罢团不可能只要罢5个嘛，他们只是希望这5个把气势一直延烧出来，蓝营也不可能让蓝营号喊出来的是所谓的一个不掉。所以现在大家现在的决战就是看谁能够把自己包括盟友全部都跟出来啊！没错啊，最乐观的预估叫我们郭正亮，我们前辈啊，他最乐观叫1+1啊，那个1是黄建斌，另外一个1是叶元之，但是他说叶元之是提供价，唔惊啦，逮都没出来倒啦，一定会乖乖的丢啦，好，所以叶元之也不用害怕了，所以只有1席会被罢掉，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嘛。但是其他的估计都有叶元之，不管谁的估计，不管5人名单、6人名单、3+1的名单。都有叶元之啊，所以叶元之叫做那个+1啊，不管谁都会加那个1。那其他名单汇整起来，我大概整个统计了大概就是桃园的涂全吉跟牛许婷，台北的王宏威跟徐小新，台中的罗廷伟，新竹的郑正乾，花莲的傅昆萁跟台东的黄建斌嘛，大概9个人列为各界估计的比较危险的名单嘛。但是这些估计都是所谓的讲白一点，个人自己的推算啊，没有一定程度的科学依据。但是如果真的要有科学依据，其实叫做3个指标。第一个就是选区的结构嘛，那选区的结构。过去从2016年到2024年，如果有民进党当过立委的选区，其实就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啊。只要绿营把当初投给民进党人全部吹出来，其实那个所谓的蓝委也有可能被罢免掉嘛。所以选区结构大概有16区，叫做过去
2016年到2024年，曾经有民进党当过立委的选区，大概有16区。另外就是催票率吧，各界现在都在拼这个催票率，到底谁开得高，谁开得低吧。另外就是仇恨值啊，譬如说王宏威跟徐小新，大家为什么认为他很危险？因为仇恨值高。过去2016年到2024年，从来没有人在松信地区民进党的立委当过立委啊。为什么这2个人被列为危险的一个指标？很重要的一点叫做仇恨值高嘛。那仇恨值高就会让他的催票效果降低嘛，自己党内人都不支持了，所以他的催票效果会降低。当然，民进党的仇恨值高的话，他们的选票就会跟出来嘛。所以最好还是比这个催票率。但是我要讲的说，催票率大家不要觉得很简单哦，因为有一个门槛叫做25%的门槛，而以25%的门槛，以立委的投票率来讲，大概65%左右嘛。等于是绿营要催出8到9成的绿营的支持者全部出来投同意票哦，才有可能把这个过这个25%的门槛。我就以徐小新那区为例，徐小新啊，当初的他的所谓的25%的投票门槛的同意门槛叫做6万票，那许淑华只拿到71000票，也就是说投给许淑华的人要有85%的人全部出来投，才有6万票这个过这个门槛，更不用说我们傅崐萁，他的门槛叫做49000票，而民进党的张美惠，他大概得到51000票而已。也就是说，张美惠要将近96%的票全部吹出来，民进党才有可能罢免掉这个傅崐萁。但是当然，因为这个所谓的花莲的政坛的一个变化，包含很多无党籍啊，或者是蓝营的选民对于傅崐萁长期的不满，都会出来投这个同意罢免票哦。所以选举的过去的这个结构不能以这次的罢免结构来看，所以各地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状况来做这个最后的催票的一个计算的方式，但是以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才是最准确的危险评估的方式哦。所以最后其实说真的，要改变所谓的同意跟不同意的看法已经都很难了，最后就比的就是催票率嘛，而催票的最好的效果，除了巷战以外，就是办活动嘛。所以我们看到办活动，选民有没有热情站出来，就可以看到一个他的指标嘛。大头，尤其国民党特别喜欢把大头排站嘛，我这国民党人都站出来了，你们蓝营的选民全部都要吹出来，这样的效果跟公民团体根本不一样哦。公民团体都是由公民，他们这些不管是艺文界也好，影视圈的人也好，来呼吁中间选民出来投同意罢免的这个2种不同的方式，操作策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徐小新有多紧张就知道了。他个别自己办了一个活动哦，我就想到7月13号看到这个排站的这些大头哦，想到7月5号他们这同样一批人，不是才在台北市政府办过大太阳3点到5点，让支持者去晒太阳，结果这次不用晒太阳了因为是早上办，不只是在早上办，在隔壁啊。台北市议会的地下室有冷气可以吹了而且400人就满了。你刚刚讲早上，我们来讲9点40分，9点40。如果那天天气好，也很热但是他是在那个地下室，他们知道了上9月5号那一场惨痛的经验支持者都站不出来，实在是太热了，所以他们办在隔壁的台北市议会的 B1 只要400人就满场了，这一场应该会爆场。说真的，徐小新如果动员不出400人，也不用选了大概一定会被罢免掉，所以这一场一定爆场。但是呢，原班人马直接从台北市政府前面搬到了台北市议会嘛，可以看到就是4位的市长，包含黄国昌党主席跟朱立伦党主席嘛。比较特别的是，新党的党主席侯汉廷但是台北市议员，我不知道是不是党主席啦，不过代表新党来参与了。还有就是中东锦嘛，代表无党籍的徐小新营造我是各党各派都支持的嘛。重点来了大家看到很难得本来以为黄国昌跟馆长只会有一个，结果这一场徐小新面子很大，馆长跟黄国昌会同台，而且馆长非常不一样大家看一下这个海报他没有秀肌肉。对，
他竟然没有袒胸露背了，而且也不笑了，所以没有袒胸露背笑迎春的馆长，只有穿西装的馆长在现场哦，而且脸很难看哦，所以不知道馆长是不是因为副主委梁文杰梁文杰说那张对，跟那张的对比，那张就是馆长大家比较熟悉嘛，那个 muscle， 对，所以梁文杰你看我们看不到馆长袒胸露背的，就是因为梁文杰的错误因为他说袒胸露背笑迎春嘛，结果我也不袒胸露背了，我也不笑了，直接要来支持徐小新，穿着西装来挺徐小新这个就是他们蓝营目前的动员的策略嘛。OK。那现场包括佩君跟建议两位，那各自两大阵营里面，我们就来看两大阵营你怎么在这18天里面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佳，然后包括把自己可能出现的缺点能够弄到最低。我们一个人来看，好，来佩君，刚才那个图就巧心来那个一赛，刚才巧心的那张就是现在看起来是蓝营的一个主轴，就蓝白合。蓝白之间希望能够发挥，因为包括赵少康讲的所谓的脆弱多数嘛，就算4233，不管你怎么讲，那加起来的话也有6成，但是这个6成是真的能够全部发挥得出来吗？或是说，那你看这里面每一次现在国民党活动大概都有黄章主席，就蓝白之间这些的合作，还有生活包括馆长，但是对你们来说一直的隐忧就是，怎么吹出那个热情？你自己在地方跑的时候，感受到那个热情往上攀吗？刚才易善在讲的时候还考 C 了一件事，就是7月5号那天太热了，然后你听到最近绿营的朋友一直在讲，那个场子那个红椅子都坐不满，那热情怎么吹？有人说是因为包括黄旅他们被收押，会影响到这些，或是你们的热情都还没吹出来吗？我先讲7月5号，我觉得那一天确实是因为党部现在确实各区党部的人都基本上很多人都不在或者不敢再来参加这个事务，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过往大家很熟悉的那种党部来动员的模式，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可能就没有看到，相对来讲就是自愿要来。因为我印象很深，那一天早上我刚好在淡水帮那个孟凯站菜市场，那真的就有民众跑来跟我讲说下午他会去，我还愣了一下，因为那是在新北，他跟我说他会参加台北市府前的活动，但那一天的这个我不会昧着良心讲说那天大爆棚，我觉得天气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这个可能之后这1-2周密集办活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一天的这个，我不会昧着良心讲说那天大爆棚，我觉得天气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这个可能之后这1-2周密集办活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会影响到讲气势或观感吧，最起码在媒体你自己媒体人出身，在媒体传播上面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吧。天气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嘛。然后，但是刚刚一再跟讲的那个海报，其实国民党从来没有否认过我们的美编这个美感。这个输民进党一截，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可是不代表海报做的比较漂亮就比较有道理啊。这个是我没有把握的事情。没有袒胸露背有意见而已。对，那我老实说，你看民进党或者说霸团也好，他们的说法其实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因为当时包括像柯建铭，他们讲这31席是妥妥的如囊中物，全部要给他死，至少死1半以上。可是你看，随着投票时间越来越接近，他们的那个目标已经逐渐在下修，现在已经变成5人狙杀名单，剩下五个必杀。那好，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这5个人呢做的这个特别烂，然后一定非得离开立法院不可，还是说因为这5个人仇恨值比较高，比较好罢，比较有机会罢？那民进党要罢免不是任的立委，是他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是说最后的目标其实想要的是民进党国会过半？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对面这个其他政党朋友说了也不算，民众到时候投票才说了算。我刚刚说我星期6去淡水帮孟凯站街口，那其实去我蛮忐忑，因为我没去过新北，这个在大罢免这一站当中，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说会不会发生各式各样的突发状况。那我比较意外的是我那天有很多民众站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举那个不同意罢免的牌子，那他就真的表情很严肃，看着我们很久，突然笑出来，是不同意罢免，那好，我会去投。我写了这个插曲在脸书，那就有民众来讲说，这些编故事啊，什么什么的，到时候投票你就知道。我给大家看一封我后来收到的讯息我觉得这个讯息解释了刚刚小虎哥问我的问题他说很意外在淡水看到我去为反恶霸宣传，那因为他当时骑车，所以不是很方便停下来跟我讲话。但他说他们家几个人我就码掉，有一些个资我码掉。他说他们家的人除了其中一个深蓝的家庭成员，其他都他觉得是中间选民。他说总统他们家投过马英九，投过蔡英文，上次投给柯文哲。那他要说的是，他对
大罢免这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社会的氛围，让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然后他特别讲到说，不要被四处散播仇恨的青鸟给蒙蔽，因为包括他在内，他觉得有至少60%的选民目前无处宣泄他的愤慨。然后呢，726他说他们家是全数会投不同意，会出来履行他们身为中华民国公民投出微不足道的那一票。所以我要讲这件事情是说，前面当然打的这个如火如荼啊，罢免反罢免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可是到最后投票要用脚去表达意愿的那一天，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被大罢免激起的对立，然后相对会让其他重大的议题好像没有得到关心，或者相对停摆，那样子会让很多对这件事情本来无感的中间选民，我觉得他会突然想要出来做些什么。所以回到刚刚讲说这个蓝白的结合，是不是因为一时的这个政治利益，然后可能是会变成很脆弱的结盟？我倒不这样觉得，因为最后最大的目标是反制这场恶霸，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心里想的最害怕的状况就是万一民进党变成立法院的多数。那到时候就大家都不用讨论，也没有现在我们是国会的多数，都是现在这个局面的。那如果民进党重返国会多数，那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光是想到那个画面，国民党跟民众党就会有合作的空间。OK， 来建议一样，第一个，刚才佩君最后结论那一块，他们现在还是多数的时候都变成这个样。如果你们变多数，未来国家会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民进党内部自己有在下修，刚才佩君讲的有在下修那个所谓的名单这些嘛，包括媒体讲说什么5人举杀名单啊，或者媒体上有说民进党有否认这个，但是这些名单对你们自己的内估来讲的话，你们会估怎么样？其实现在对民进党跟罢团来说，有人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气势如虹，那根本就是碾压出了一个31-0的那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数字。但是说穿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不算赢吧？到了第3阶段也不一定算赢，要看第4阶段嘛。重点就是在第3阶段这个地方，包括民团，包括你们之间的合作，大家都知道，投票毕竟政党是比较有经验，在第3阶段，你们怎么样把你们人全部都能够吹得出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用？其实应该是讲说，第一个我应该是讲说，在我们党内里面所谓的5席，民主进步党从来没有去评估过说党内说几席的问题。这个我要郑重的澄清。第二个，整个活动从第1阶段、第2阶段到我们第2阶段介入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当然蓝军现在一直认为我们在操控，事实上我们从头包含现在第3阶段，我身为一个在地的议员，说真的，罢团也从来没找我说建议我们一起去扫街，干嘛，完全没有，他们还是走他们自己的路线，他们还是用他们自己的 tempo 在走。那我应该是讲说，现在选举。依照这一次罢免的原因的一个情况来讲，第一，不管罢免或是选举，第一一定要有动机。动机以在罢团这边动机很明确，我们要反共，我们要不适任的立委，然后激起我们的激情、热情，转换成投票率，到底才知道输赢嘛。那看起来现在罢团这边的正当性都足以够。那是当然说，依照蓝军现在来讲。不管是操作这5席，我甚至于合理怀疑到底是哪个要被罢的立委放出来的。那这样子再加上王宏威后来讲说，只要手下民进党狙击的名单，我的王宏威，他特别强调王宏威哦，宏威是这样讲的哦。手下民进党狙击名单的王宏威就能终止这场政治恶斗。这个整个前后连起来就摆明了，这个消息到底谁放的嘛？我这种不是媒体人，我这种现实都可以想得出来。这个东西就是有意操作成蓝绿对决。你包含这2天不是说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什么大罢免大成功，他们一定会反向什么大罢免大失败。他们2位难道都不知道有媒体在拍吗？佩君跟我都选议员选过，我们都是现任议员。当遇到不同立场的人，我们第一时候谢谢指教。顶多是这样回去，不然就不理他。甚至有媒体在现场，我还是继续接受我的访问。或者他在喊大罢免、大成功的时候，我就点讲完的话，我继续回答。其实这样的做法，感觉起来，不管王宏威、徐巧芯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操作成蓝绿，所有都是民进党在后面操作。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刻意要在镜头前面，当有人喊的时候，一定要很强烈、直接、针对的回那一句话，就是刻意要这就是刻意的要。我个人凭良心讲。他们现在的动机还是不足，所以激起不了那个热情，热情没有办法转换为投票率的话，当然在选举过程当中对他们比较不利。但是依照徐巧芯跟王宏威在我的选区里面，我个人认为
稳不稳我不知道，但我的感受起来，现在有点人可能是不是5%，因为之前的热情到现在有比较降，但是因为这2个候选人本身就比较喜欢创造议题，仇恨值一直不会减。你像内湖南港最近减的多不多？减得多啊。哦，他跑得多勤啊，但最近的感觉起来，他们那边的选情好像有点起。OK， 也就是反罢免的声音有点，但我们这个选票，我还是告诉我的中信选区，拜托你们，现在差不多是55%啦，不上下，要赶快积出来。同意的一定要盖同意，哦，那你同意徐巧芯的也要盖同意，所以全部都盖同意就对了。是不是？但这好，就算你们讲说没有那个5人拒杀名单啦，或是5人必罢名单，但是这篇报道里面讲，傅崐萁这被民进党列为首恶。你们会尽所有的力量，包括各方面，甚或未来还会有另外一波的攻势，所以傅崐萁是首恶。应该说指标性傅崐萁啦，你说首恶我不敢说首恶，但是如果以指标，有很多人直接用这个词啊，但是什么？民主进步党认为在花莲这个地方是比较有可能，不可能的任务。哦 ，OK， 那不可能的任务，当然我们希望最有机会，而且最需要帮忙的，不能说所谓的雪中送炭了，相辅相成，后方支援前方嘛。罢团你走在第1阶段、第2阶段的前方，第3阶段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支援你。OK， 对文宣，对选举的方式，当然5哥你也讲，第3阶段就是选举嘛。选举民主进步党政党绝对会比一般罢团来的有经验，所以我们支援他。那至于傅崐萁，我们个人认为机会很大，而且是个指标性。所以我们才会前往帮忙。来，佩君，刚才字里行间里面，建议的意思是说，这个什么5人必罢名单是国民党自己哪一个要被罢的人，然后自己搞出来这样一则新闻，然后尤其是现在你们塑造的，就是蓝绿对决了，包括大罢免大成功，面对有人讲说就要讲大罢免大失败，就是希望把那所有的仇恨值、大家的对立值拉到最高。等等，这对立值不是我们弄出来的，是发起大恶霸的当天、当时不就是炒作起这个对立吗？这怎么现在变成我们来发起这个仇恨值呢？当你一个国会4年选举还没有到，而你在任期第1年还不到，你就开始发动人民去罢免这些已经选上立法委员，那不就是这个仇恨值跟社会对立的来源吗？所以我们在反恶霸宣讲，我觉得民众最有感就是这场恶霸给你各位带来什么？一个不平静的生活，还有一个对立的社会。这是我现在去到处助长的时候，我觉得民众听了最有感受的词哦。那过去很多的这个噩梦，大概只有国民党的党公职会遇到。我记得我在这里有讲过，就是只有国民党党公职会被民进党去扣红帽，说我们是中共同路人。可是大罢免激起的大对立之后，现在是连民众走在路上，他只要没有穿得很体面或讲话国语不是很标准，就会被当成是共匪，然后在路上帮忙搜集情资。所以那个红帽子已经连路人都会被扣上去。好，那讲到反共这件事，刚刚建议哥讲说，他觉得这个反共是民进党在这一次大罢免里面最正当性的来源之所在。可是我觉得恰恰这也是我们用魔法还治。佩君，我要修正一下。反共这个是罢团从头到后面的一个主轴之一，也是重要之一，不是民进党。可是罢团跟民进党之间的连结，不就是你来帮我们证明的吗？虽然你后来有一直说不是你有道歉，但这件事情我是同情你的，因为我认为我还是觉得你讲的是真心话，也是实话。罢团跟民进党之间的连结，不就是你来帮我们证明的吗？虽然你后来有一直说不是你有道歉，但这件事情我是同情你的，因为我认为我还是觉得你讲的是真心话，也是实话。你这个也要修理下去。没有。好，回来讲，以魔法对付魔法的意思就是说，反共是不管今天应该讲啊，罢团也好，民进党也好，他们觉得说这个是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正当性来源。可是反共这件事情，恰恰也是这一次民进党露出破绽的地方，因为他们总统府、立法院、外交部长办公室抓了多少共谍？我觉得捷克的这件事情哦，先想后来变成被出征的对象。可是我们如果这件事情很严肃的去讨论是，那请问中共的外交官为什么会取得萧富的他的行程？这才是这个问题这一件事意外里面我觉得最严重的事情。而外交部的那个何仁杰的离职时间，恰恰就是捷克事件车祸发生的时候。那有没有民进党的党公职发挥他的良心，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去查出这些共谍在民进党或在民进党政府里面造成的伤害？因为他伤
还说我们国家即将登场的副元首，不是民进党的一个萧美琴，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他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啊，那这件事情怎么可以等闲视之呢？所以我觉得讲反共没有问题，我们坐在这里，每次5哥问我，就国民党也反共啊，那但是反共这件事情有没有真的做？还有你嘴巴讲的跟实际做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那在这一场选战里面，过去国民党就是毫不犹豫的就会被人家扣上了中共同路人的帽子。可是这件事情到现在民间百姓，他们也会变成被出征的对象啊，这就是社会的对立跟不平静的来源。所以我讲什么对立，不是国民党现在自己把准心往头上移，然后想要把自己变被害人，然后来取同情票，不是的，是因为大罢免没有办法让中间选民支持的原因，就是他真的就让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吵架、各种纷争，这个不平静就是这样来的。刚刚一开始有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那现场有为您邀请到3Q 哥来到我们的现场，来3哥欢迎。大家好，现在很多人都叫我山口组，不是3Q 哥。我把它讲得很快。OK， 没有，你没事还会拿你的手机剃头啊？没有，我本来是那个是直播画面，我本来想说一个很单纯的剃头事件，然后后来发现当天新闻有点太多，不能够随便弄一弄，所以就弄得很正式。OK， 来3个，来，刚才佩君在讲的过程，我不知道佩君刚刚讲的有一段，Thank you 听完大概一开始就会先讲这一段，因为佩君讲说这是整个过程，他们去宣讲的时候，大家最没办法接受的就是人家立委他刚当选。你让他做4年试试看嘛，然后你们过程他到底犯了什么穷凶极恶之事？你们要这样干。我听过3个讲过很多，好了，你会拿你自己当一个例子是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刚才跟你讲反共或整个社会的那个对立性，他说是从大罢免大成功开始就变成社会变成这样一些对立。我刚刚前面讲蓝营这一次如果要守住的话，白营看起来似乎是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尤其黄国昌。你看韩国瑜院长走进来的时候，黄国昌主席，然后赶快相迎，所有这些，你怎么解读蓝白之间那个所谓的脆弱多数，真能够发挥最大战力吗？刚当立委1年多，政治立场可以不同，然后你反共，我也反共。当初钟佩君议员跟罗志强委员也来罢免我，所以他刚刚的理由，反正以上就以上皆是啦。不是的原因有很多嘛，对不对？我们逐一要讲话又伤感情了。没有关系啦，习惯了啊，已经习惯了。因为事实上是你当时拿来罢免我的理由，跟现在别人拿来罢免的理由，都是政治立场的不同。因为你如果在意反共议题，要追共谍，我也反共谍，绿营也反共谍啊。可是蓝营是拿共谍来操作到一个界限啊。那如果蓝营里面的共谍他们自己抓不抓？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蓝营有人爱共产党，爱到改名，那你抓不抓？那个人就叫傅昆萁，他自己跟王沪宁讲说，哦，我好爱你们的电影，我爱到改名叫昆萁，抓不抓？以前说他是病毒，哈，这违法吗？这不违法啊，那为什么要抓呢？跟民进党的共谍是违法，你反不反共？你反不反共？不是，我们要就事论事嘛，对不对？那没有就事论事，就是有一个爱共的在当立法院党团总召，可是没有违反国安法。立法院党团总召爱共，但我们反共哦。这就是国民党的态度啊！你的反共只是拿来做议题，就你有啊，所以骂到这里就好。你再往后面骂，其实要骂共产党啊，为什么是骂到民进党？但我尊重他的发言，我要讲的事情是，今天不是蓝绿对决。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蓝绿对决对他们的立场投票结果会比较有利，但某种程度你从社会面来看，不管是后来这个站出来的知青党部，中间英霸这一些过去在国民党时期这个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军官空官，然后到在这个曹兴诚，到花莲的张俊。你与其说他们会因为蓝绿对决而站在现在这个立场，你不如说他们都是因为蓝绿共同反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至少在今天之前的社会氛围。那当然，国民党他会希望把它操作成其他的样貌，那也尊重他们的操作。我们作为一个时事评论，我们就是来讲我们看到的东西。那问题是啊，这中间有一个人他的立场变换呢蛮特别，叫黄国昌。黄国昌这个被韩国瑜形容成吕布。其实不止黄国昌啊，还包含一个馆长嘛，陈之汉，他在这边有穿衣服，在那边没穿衣服。这个，我问你啊，再爱我一次晚会，然后有一个妈妈市长卢秀燕，有一个每天问候人家妈妈的馆长，这个宣传车要怎么放？宣传车就去民进党，大家好，我是你妈妈，欢迎再爱我一次。这个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当然我知道他们可能会觉得再有一次可以呼唤他们的蓝营的选民，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这一次整个国会暴动的最主要原因是一直都是从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不够专业而来的。当然，很多人会辩驳他时间多长干嘛的，我没意见。但是如果你没有乱删预算，你没有挑战宪法法庭，我们包含上公这么资深的媒体人，他也过去也是被人家这个称呼为很中立的蓝绿两边都可以谈的。为什么这一次对这一届的立法院批评这么多这么严重？语重心长，写好多字，有的时候还会动怒，都很担心他会掉头发。不过看起来现在是发量还很茂密。跟你比啊，从立法院开始乱搞嘛，你们在你们的工作上面乱搞啊，你用着立法委员的职权，台风天办考察，然后有的没有的啊，威逼施压、关说、写公文，有的，我们才出来罢免。等到大家发动罢免之后，你说啊，你们在欺负我，所以社会对立。我跟你讲，社会会对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政党，叫做民众党，让他扮演了杠杆的角色。当年蓝绿对决的时候。这一届一选完，第一件事情就是黄国昌跟柯建铭互呛嘛，呛一呛立法院长就变成韩国瑜嘛，跟我讲说那个民众党最科学、理性、务实，选一个被罢免仔当立法院长，国民党还沾沾自喜开心，然后接下来选一个改名舔共的人当立法院党团总召，我们就已经打一个大问号了。他们接下来表现果然不失所望，这个不协调，然后锁门。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强碾通过，公听会有办跟没办一样，办个过场，然后再叫自己的政治律师、政治打手进去里面发表一些政治言论，你这个是正常的国会，这不是正常国会，我们是因为担心而站出来的，我们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站出来的。我的例子最明显了，我不能够回去选那个地方的，至少在今年10月份之前，所以我不是为了政治利益，我也不是为了什么声量，拜托，一天到晚在讲反罢免，你很多包含中议员，很多人的人头都很多人。在下面讲这个罢免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被人家回贴一张。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去？哇，生意接不完，通告好多。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当年跟现在的表情管理不一样嘛。那黄国昌呢？黄国昌更幽默。黄国昌被韩国瑜说是吕布。韩国瑜说，韩国瑜就像个董卓一样，坐在自己的王位上面，就想说啊，天下无战事，对不对？哇，好好的待在洛阳城。然后吕布就跑过来报。敌军以攻招城下，待儿臣率兵马出去一战，然后他就跑出去开始点火放箭。我想说奇怪，怎么这个吕布在打我？之后又跑进来报，大王英明神武，神威显赫，敌军已被我歼灭。韩国瑜坐在国民党的位置上，后面还有一颗太阳在那边旗子，就看到吕布跑出去又跑进来，跑出去又跑进来，一下子说我贪污黑金，一下子又跑出去，一下子被我告完之后又跑过来说啊，韩院长啊，然后你知道对我来讲啊。吕布就不会是什么正面的好名词啦，而事实上评论过吕布，我不止在这里，我2019年的时候就讲过黄国昌是吕布了，当年还被这个比较绿营的支持者说我是不是在称赞他，没有人会吕布称赞人的。吕布在《三国志》里面，他的角色就是英年早逝，然后屡次背叛，然后抢爸爸的老婆，然后最后这个就是也不怎么样，马还被人家骑走。就我不知道，他如果有人形容吕布为战神，你不如说他是在形容《三国志》里面其实没有吕布的角色，因为他在三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好，那韩国瑜其实很了解这件事，我必须要讲，韩国瑜虽然立场不同啊，他有一个态度，我觉得蛮有趣的。柯文哲之前是有找韩国瑜退党，用无党参选柯韩配当总统，有这件事情。韩国瑜跟他讲说，我是忠贞的国民党员，我不退。所以韩国瑜对黄国昌他就不可能会欣赏，因为那个黄国昌就是自己跑来说要拿兵马，又自己跑出去点火放箭的然后又跑回来说要投诚。对韩国瑜来讲，就是他坐在那边什么事都没做，你一个人自己在那边折返跑冲刺。所以你看韩国瑜看到黄国昌在受访黄国昌刚好问到尴尬的问题，黄国昌要把韩国瑜拉进来画面里面，哇，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叶问，因为他们怎样，这个叫离手。咏春的离手，这个叫做什么？来留去送如果你来画进去的话，把他推出去，甩手攻击，两个人开始有打10个，哇，韩国瑜那个狠劲都出来了，你知道吗？一般人不会有这种表情啊。你握手，我曾几何时握手握到有人会这样子握手，这样子跑的，从来没有。韩国瑜那个表情就是厌恶嘛，所以你说
黄国昌这个人很强吗？我觉得也是问号。不过我现在国民党看起来是要把他绑在一起啊，整个罢免案。黄国昌他有个特色，他的空战其实是很厉害。当然他有透过一些可能是我们说灰色地带的操作啦，因为过去民众党在北市府养网军这个也是铁板钉钉。但问题是黄国昌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现实上的做人处事跟他互动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很反社会，很不是社会，就好像离社会很远。那么你能够举个例子吗？举个例子哈，这个哈，我说这个叫做嘴角，嘴巴角度跟仪态这3件事情，黄国昌的反应其实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个哈，我说这个叫做嘴角，嘴巴角度跟仪态这3件事情，黄国昌的反应其实跟一般人不一样。追星，他看到喜欢的事情很爽，比如说那个时候那个柯文哲说要给他法务部长当，谢谢主席。他那个嘴角的变形是超乎常人的。等到在宪法法庭被大法官洗脸，他就这样子。真的，这个都是有照片的，这个都是有新闻画面的，所以他从他的嘴型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喜恶啊，尤其是那个立法院冲突有没有？立法院冲突不是常常王义川、沈伯洋会去骂他吗？他如果觉得骂得好的时候，他就这样，他就躺在那边不动啊。但是你如果真的骂他生气的时候，他冲出来，就会被亮被杰利王给血怕。还有他的角度这个也没有人分析过。过去啊，我跟他在相同阵营，甚至是独派的东京奥运证明联署的团体里面。他看到大老板的时候，他从头到尾，他都是身体是角度是向前的，就大概像他看到韩国瑜握手的那个样子是向前的。他谢谢主席、法务部长的时候，他身体也是向前的。但以前有人去找他陈情，他说我今天很累，你在讲我在听，他是躺着的。所以你看他的角度往前往后的角度就知道，因为他会把人分等级嘛，对他有利啊，这个就是好的，这个就是你想要什么东西，你想要在我身上拿什么东西。还有黄国昌这个很明显很明显。啊，最后一个是他的做人处事，这个很奇怪啦。一般造势活动扫街干嘛，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你为了要让选民有好感嘛。我想钟议员、黄议员，我们有选举过，都大概知道。黄国昌上礼拜干了一件事，他去菜市场送菜啊。请问这个是会加分还是减分？你说人家是要卖菜的，我在这边摆打，我菜市啊菜打120摊。你走来门口给我卖菜，给我送菜，啊！你唔调工买，我无生理耶，真的啊！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哎。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有讲过，他的幕僚说黄国昌其实很喜欢模仿政治人物。他说他有一个偶像是奥巴马，所以他在握手的时候，他有一个时期的握手是这样子，他的手是一定要这样子握，就是。坦白讲，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啊！他每一次都是在做这种，他的专心、他的专业、他的研究都不是在政治立场上，所以私底下跟他谈话，你就会发现他都在谈权力、谈官位、谈好听一点叫企图心，那难听一点就是私相授受嘛。哪有人听到人家当选总统给你法务部长笑成那样子？亏你自己还法学专家，这不是私相授受，这是契约贿选，莫名其妙。所以。像黄国昌这样子的角色，我认为才是台湾会有这么严重对立的其中一个原因。苗博雅在那边讲过，他去烤肉都带面包，那也是国民党这个财大气粗才有办法邀请带面包的常常来烤肉嘛。但问题是，这个政党如果只有攻击，没有自己的内涵论述跟幕僚内容的话，那他能够在存在政治这个舞台上面，就是不断的跟人家攻击啊。他就是只能攻防，他就是一个很纯粹的攻防型的政党。那短期的政治利益可以获得，但是长远的伤害没有办法避免啊。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价值观选择了。来，佩君，不会去烤肉都不吃吐司的吗？吐司在烤肉趴里面是很重要的东西啊，对啊，不是因为它便宜它就不重要啊，重点是它有没有功能性嘛，所以不是民众党人少它就不重要，重要是它能不能发挥它实质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其实听博威刚刚讲了那么大一串之后，其实我是替黄国昌高兴啊，因为代表他确实是民进党的肉中刺，所以才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剖析这个人嘛。网军说民进党就算了，连你都说我民进党的，我会觉得很罢免，我觉得还是有等级上的不同啊。对单一人选的罢免的时候，讲得出罢免的理由，一个一个的来讲得出具体。
体的理由 ，OK， 那是民主的一环。但是如果你是一头拉古巴出去混包式的去讲，你就会让人家质疑这里面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刚最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民进党究竟是要罢免不适任的立委，还是最终是要达成民进党在国会过半的目标？这两个取向在这个过程当中，民众会越看越清楚。对，你刚刚讲那个意思是说，所以当初鲍伯维那一席。就会讲得出具体的理由。你觉得是不一样？应该这样讲，今天如果把这31席每一个人都讲得出他们具体干过的什么事情，然后去给选民做选择，我觉得那个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环。可是你看现在是捆包起来，他们就是一群亲共的委员，包括讲到傅昆萁的时候，一直说他是首恶。对啦，他仇恨值很高，争议可能也不少，可是最终决定的还是花莲县民啊。你一直去讲首恶这件事情，会不会打得动花莲县民？这个最后投票结果，我觉得会看很清楚。所以 ，Thank you。罢你一个跟这次31个在佩君口中打包的这种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公事私事大家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谈呐，包含你们可能会质疑我过去的案件等等的，那都没有问题。但当时他们质疑我政治立场上最大的攻击是我美猪跟疫苗嘛，那当然我捍卫我的立场，我针对这做辩驳。那我们今天有人罢免国民党立委，也不是所谓也不单纯的只是捆包式啊，因为他们的问题都出现在立法院的投票倾向啊，是他们这一群人。我还不是讲冲突哦，立法院冲突在所难免。我是他们这一群人用强压过关、无视程序，然后强硬修法，不做社会沟通。那你跟我说因为他们就是多数就应该要这样子。以前也没有这样子啊，不然上一夫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以前也没有这样子啊，以前你就算他们要罢免我的时候，为什么美猪跟疫苗可以吵到全台湾的？就是执政党多数政党让在野党充分发表意见嘛。所以大家也记得那个时候。光美猪这个议题，他们弄了一只猪在那边玩了好久，一下子去台北市议会，一下子来立法院，就是要让反对方把话讲完嘛。那可是现在是什么？程序委员会一读之前就直接不让你进来，连讨论都不让你讨论。删一个预算，上学期的预算删到这个学期结束了，还没有删完，还没有解冻完。那呢，先乱删一通说我讨厌公视，我要删公视的预算啊，然后于是呢列在教育部的预算里面。文化部管的公事啊，关教育部什么事啊？就是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一大堆啊。那我问你，去年的预算挡到今年现在你看到现在就表示已经7月了，挡到今年7月份还没有解冻完。然后现在解冻预算的咨询会，每一个人上去，标题是114年度某某某预算解冻案，他上去就问说，赖清德共谍在哪里？这个有团结吗？有这个有演讲吗？那他下面那个题目都像假的一样，是因为现在的国会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大家觉得这些人你们都是橡皮图章，就算反对傅昆萁，我相信国民党一定有反共的，我相信国民党一定有团结台湾爱台的。可是问题是，当傅昆萁一声令下的时候，那个董卓的那个旗子摇一摇，董卓怎么又变人了？傅昆萁比较像好，然后他们就嘣就盖章，嘣嘣嘣嘣嘣。我坦白讲，很多人他们盖的东西，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盖什么的。我有一次我跟严宽在讨论，我在打严宽很那个。严宽是中配6改制的提案人，你们知道吗？然后还有那个申请中国的依亲长照那一个。然后有一次我跟他们幕僚在聊说，我老板怎么会去管那种事情？还有就抽签抽到的啊。是这那个比较辣的提案就发一发嘛，不分区的开嘛，不然的话为什么是选办法？为什么是徐宇珍？为什么是翁小玲？为什么是吴宗宪这些人在修正义法案？因为他们要扛炮火嘛，他们没有被罢免的可能嘛。可是区域立委都在干嘛？都在帮忙盖章啊。所以这个才是我跟你讲，你们要跟我讲你在地面多体贴、多会说话、多有道理，照顾多少庄脚啊，然后人气多好，我都同意啦。但问题是我们在意的事情，不只是他私底下的表现，更是立法院里面的行为，他的质询、提案、修法以及盖章。这个才是我们在意的啊！如果你们说你们很在意师德的话，那我问你，现在立法院里面最多案的是谁？傅昆萁啊，傅昆萁当总召公于私，这个人没有什么任何可以帮忙他说话的点。那在他带领之下的国民党，除非有人可以出来讲说我觉得不对，但没办法，不然的话，每一个都应该要成为罢免目标。张公，为什么这一届？那刚才 Thank you 就讲为什么这次你特别生气？好，如果真的讲人中吕布这4个字。你自己来解读，你觉得韩国瑜讲出人中吕布，对于黄国昌，因为现在蓝白之间在这次大罢免被罢的都是蓝营的委员啊，白营的委员没有要被罢哦。当然有人会讨论到最后说，如果要是真的民进党透过这次结构变多数以后，那白营的8席等于是磨耗，那他们所以也很在意。但不管怎么说，台面上总是蓝营的嘛。那但是黄国昌显然在这次过程当中，
那个刚讲那个杠杆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它不就是这样？但是人家讲江湖走跳总要还的嘛。这一次如果真的白银不管最后票开出来多少，白银如果要黄国昌最近表态表得这么明显，蓝营如果要这次罢免席次能够大幅降低，2026呢？2028呢？大家要不要还？当然就是说，立法院就是说我在立法院30几年，从来没看过预算3成负数的嘛，对不对？啊，在场清点人数跟表决人数，表决人数大于清点人数，然后又不重新表决，我觉得你说通案删减，过去是通案删减，大家是合意，就所有政党都同意。合意打破形成一个惯例，打破了所谓的预算法里面依机关别、正式别的审查方式。但这一次是合意吗？不是哦，这一次是单方面提出来的通案，透过表决。你透过表决的时候，你这已经不是惯例，不是惯例要回到机关别跟正式别的方式讨论。你用过去的惯例，然后打破惯例，你这一次打破以后就不足以成为惯例。所以有些东西它是有一定的规矩，但你看这一届有规矩吗？我没有看过朝野冲突中可以把人马摆在会议室的外面不让你进来的，几乎没什么看过。连立委要行使他的职权去开会，被挡在外面。问题不是我在那个议会里面的冲突哦，是我要进去那个开会都不行哦。本委员会也不行。出席也不行，列席也不行。你说这以前有看过连立委行使职权都被阻挡在外的吗？没什么看过这以前有看过连立委行使职权都被阻挡在外的吗？没什么看过所以你说立法院里面搞成这样，我觉得那是我理解外的立法院了，就是30几年来，那是我理解外的。佩君刚才脑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浮现啊？就算您讲的是这样，那有搞到31席要全部都搞掉吗？这就一件事嘛。这不是一个集体作为吗？就一堆立委在外面挡立委，然后一群立委在里面快速通过，不是这样吗？集体作为，那你集体作为，你表决的时候复数，其实有国民党立委私下在聊天，他也认为清点人数跟表决人数不对的时候，应该要重新表决，但就是没有啊。民进党抗议也是不管啊。你说这到底要怎么算？就是说，你是一个集体行为，你的职权行使法的违宪是集体行为，你的里面阻挡开会怎么样是集体行为 ？OK， 不然你说委员会对委员会，委员会跟委员会，挡不下来，你是把其他委员会全部调来集体行为，我觉得这个是过去里面几乎没看过的事。好，那这是上公为什么对这一次特别在意，然后甚或有时候会动怒。那现在已经成型的就是26号罢免这一次是蓝委24位，然后再加上高虹安，这所有这里头，刚才讲到你最近看到蓝营跟白营，包括刚才前面讲的接下来的活动，几乎都是蓝营跟白营的委员、市长啦，所有这些全部都在一起。所以卯足了劲儿这样的帮忙的时候，我刚就讲江湖走跳，以后总是要还。是，那其实有些人国民党里面私底下其实就讲实话。他说很简单一件事，当你动员已经催票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不是选举半年还有180天呢，是18天呢。是。18天，你看之前他们一直在讲的是什么？5成多，5成多，5成多，5成多。好不容易5成多的瓶颈稍微破了，到6成，6成又形成一个关卡，那一个瓶颈，
请问你要花多少时间破这6成？18天吗？投票结束了。那你面临瓶颈的时候，你只有一件事啊，找外力啊。那白的就是外力啊。现在白的就是外力啊，已经走到说我自己的票有瓶颈的话，我只有找外力来啊。外力就是白啊。所以现在就是白啊。你看到每一场都要找白的来啊。那你每一场都找白的来，那就最简单的一件事嘛。你有没有看7月5号那个场景？你看那个黄国昌在那边讲完话的时候，底下国旗挥的跟什么一样？你去看国民党的其他人讲话，底下有挥成那样吗？没有没有一个大罢免变成黄国昌侵蚀国民党的最佳机会。然后呢，我到处去帮忙，但是说一句实在话，罢免投完票，你怎么知道谁投？你怎么知道民众党到底出来了多少人？你无法验证呢。你无法验证呢。有过国民党自己扛，被罢掉你国民党自己扛，没罢掉的我的功劳。派徐府去，请问你松信民众党有具体的组织吗？没有在那边唯一选过举的是杨宝珍那派徐府去干嘛？2手空空，一件背心去了。我就告诉你，我的人去帮忙了。吐司啊，国民党喜欢吃吐司啊。就我的人去帮忙啊，2串香蕉，对，2串香蕉啊，带着一件背心就去了。那你就问徐府，信义区里面的大头你认识几个？我不相信他认识几个啦。我不相信他认识几个啦。我绝对相信杨宝珍去比徐府还有用啦。可是如果要这次过26号投完票，假设说譬如像徐小新啦，或是像王惠，尤其像徐小新松信这一区，如果要是守住的话，那26如果徐府要来这个地方选吧，他有几个我觉得一个叫做民众党的利益，一个叫做黄国昌的利益。这2个不是一样，不一样，一个叫民众党的利益，一个叫黄国昌的利益。那今天你可以看到他到汐止去送菜啦，然后把交通委员会带到汐止车站啦，然后裴元之去板东的板桥的学校啦，派徐府去信义区啦，等等。其实一次罢免是让黄国昌去创造增加他筹码的机会。当他筹码大的时候，补选我先跟你谈条件。如果他派去帮忙的人，不信你们被罢掉，我们帮忙先跟你谈补选，你要不要让？不让。那我接下来跟你谈议员。议员谈完，我跟你谈县市长。县市长谈，那就有他的利益啊，新北啊。那就有他的利益。你不要忘记，他念之在之新北就算民调大家做出来他不好，他都要跟你说我们要做民调所以你说议员的扩大等等，这可能涉及到民众党的利益。因为新北跟他没有关系那个台北可能跟他没有关系。他未来要选新北，新北是跟他有关系的。那他的想选新北市的话，他的利益就在新北市。OK， 那好了，那就是补选议员、县市长，他可以拉成一线的一并谈判一并谈判等我把你侵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要不要妥协？上公刚用的这是一个问题上公刚用的词，佩君要不要先回应上公刚一开始用黄国昌一个大罢免是黄国昌侵蚀国民党根基，用到侵蚀2个字。我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民进党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蓝白希望不合，所以就会一直炒作。我不是说上公了，我是说民进党的朋友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一直把它形容成我们会被白的占便宜，到时候赶也赶不走，就请神人送神难。可是当他们民进党自己在跟亲绿的小党合作的时候，哇，那就是政坛佳话，一桩美事。那怎么都这样子呢？
呢？对不对？你不要讲远了，讲我自己的选区哦。这个苗博雅，应该说简舒培想选大安区的立委，想多久了？他已经让过几次了，手举到都要抽筋了。可是民进党自己就有他的盘算，那为什么在民进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跟小绿合作的一桩美事哦，那蓝白在一起的话，就是最后大的被小的侵蚀，小的就想把大的推翻，不是这样双标啊，对不对？我坦白说，我人生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看到一盘散沙的蓝营，然后再对抗这个团结的民进党。可是今年我说真的是空前团结的蓝或者是浅蓝，跟一盘散沙的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今年的问题很多嘛，旧派系不满这个新曹清晨的曹新潮流。上公你的表情好一点，不是，你不要人家讲，我还有3句还没讲完，什么表情？民进党几个问题嘛哈，这个旧派系不满新潮流的哈，那前总统看不惯现任总统的阿扁看不惯赖总统，党公职跟现在这个靠行的霸团互看不顺眼的也有嘛，那初选互杀就不用讲，南部很多，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微微聊以安慰啦，就是以前都看到一盘散沙的国民党，今年总算这个情势有点变化。我补充一下，那个他帮简舒培抱不平，我要帮钟佩君抱不平。为什么是罗智强，不是我们钟佩君？不会，因为我初选输了，没第二句话，当然是支持罗智强。我们当时是经过初选哦，可是苗博雅跟简舒培他们怎么竞合出来的？这个要问民进党协调出来的。OK， 所以在民进党的时候，大绿跟小绿就是一桩这个互相协调的美事，然后蓝白就是互打互 K， 互相侵蚀，不公平嘛？你不能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不，你要看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大绿小绿的合作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点的合作，就它有点，但你看民众党对国民党是只有点吗？只是选几个点吗？不是哦，你注意看最近的民调哦，那民众党当然热啊，立委的表现、政党的支持度、好感度都胜过你们国民党，而且你去看一件事，就是50岁以上，以前民众党个位数字，现在是几位数字？20%啦，25%啦。你觉得这都是以前国民党的支持？你再反过去看国民党这个年龄层有没有减少？减少了。减少了。那国民党有没有吃到年轻人的？国民党年轻人哪有吃到？你看民调就知道了。然后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你看他从你这一边50岁以上搬走了一批人，然后你们想要搬年轻人，要靠他们来帮你们搬。拿这一些东西，而且你们想要搬不走，你们想要搬，50岁以上，民进党的会跑去说我对民众党有好感吗？不可能吧？然后你去看那个不表态的空间，依然维持在一定的趴数里面。到底谁过去了？谁被他挖过去？这个你看细部的内容就已经告诉你。你的人已经逐渐的被他慢慢挖过去了嘛？你会怎么看？包括蓝白之间像这样一个合作？好，如果刚才来宾在论证的时候有讲到这次的大罢免的过程的成因，不管是 Thank you 啦，或上会讲到立法院这一块，我相信接下来几天，包括翁小玲委员，因为这是大家讲最多的嘛，然后包括黄鸿昌委员，他们一定会讲说有没有看到今天出来的一个评鉴。他们是特优委员啊，真的，所以他就一定会讲说，那你为什么要去罢他？他明确讲这个啊，那为什么会这样？那现在看起来，刚才上空讲说，包括有黄国昌的利益，包括有民众党的利益啊，所有这些，真的有黄国昌的利益摆在这个地方吗？这里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蓝营跟他之间，但是你现在如果你是蓝营的人，我如果明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话，那我怎么会去想到2026呢？当然，我先讲那一份评鉴，就是说。今天突然冒出一个台湾国会评鉴颁奖典礼。过去我们都知道公督盟这就顾对不？今晚来一个新呢，是由中华劳资事务基金会 and 台湾中区教授协会突然冒出来一个。那你说好评鉴国会不能说只有公督盟可以评鉴，大家都可以评鉴。OK， 我不好听哦，他总共评鉴出4个特优立委跟14个优秀立委。他说蓝绿白都有。我先跟大家报告，这里面呢特优立委有4个，翁小玲。大概想一下翁小玲、翁上人，特优立委黄国昌，庄孙辈的黄国昌嘛是，那个廖伟翔，台中廖伟翔，跟我觉得台中罗廷伟，我不知道罗廷伟怎么样办到特优，但是我知道罗廷伟在国会去年的表现是这样，锁钟嘉宾的喉，
然后在里面去对吴思瑶跟邱莹说：“阿姨不要吵，那么老了给我闪边。”我唔知安尼的表演会用放伫特优，这个评鉴是足特殊的啦。另外，我刚刚讲他另外评鉴了14个优等，所以总共18个。这里面我翻了18个里面只有一个民进党立委叫吴丽华，他在翻他优秀，其他全部都是蓝跟白，而且大概各有公平。然后奥斯卡颁奖。边啊进奖，他前一晚上他都会先公布金酸梅奖，这到底是在俄勒音啊，是在赶紧考谁？这个大家自己心里有一个尺，不多做评论。那另外我们拉回来讲，我们其实刚刚大家前面讨论那么热烈，其实我们都是爱护国民党。这个过去从你要让钟北京感觉到，这个过去从两蒋时代最反共的、最早开始一路反共护国的这个党，我们现在在护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成语说饮鸩止渴，就是说你现在喝的是毒酒，现在虽然挡下来第一波，但将来你会带来更大的祸害，或者你要讲引狼入室嘛，写赛。所以我们其实在救他，你知道救国民党。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今天这个局，我先不讲去年，其实那个法案里面，国民党当初提的法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如果要罢免的话，是必须要高于他的同意，当时的得票数再加1。其实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民众党如果当时就印加进去的话，今天大罢免怎么罢啦？现在大罢免我们知道真的是选区的25%，对不对？如果你要罢到他当时的得票还要更高的话，今天大罢免31个全部都不用玩。民众党当时就不加入，让国民党就开始募集出。然后蒋万安在今年4月17号在台北地检署的时候又讲出倒戈，蒋万安那时候一定是嫌台北市那些立委之命，为了是代表起的立委重选跟遇到罢免，当然重选比较简单所以蒋万安不可能是乱讲的。结果嘞？黄国昌不理他，因为你现在就是要57才能提那个倒戈嘛，所以现在又不弄，所以黄国昌坚不提倒戈嘛，就跟朱立伦两个人抱在一起所以才会有从4月开始的5、6、7，然后2阶，然后现在3阶，所以国民党今天这个局，民众党当然是能踹2脚就踹2脚。好了，现在踹一踹，现在差不多，国民党现在真的就是刚刚讲，他需要饮鸩止渴的时候，民众党就全军出动。刚刚他讲徐府、松信，你去穿个背心去走一走。杨宝珍当年的落选头，人家查起他妈的屌今嘛可以用踢到新竹市去当什么发言人，最需要的罢免松信明明他的管区不让他去，这不是私心自用吗？然后再来细子去发那个去找他那个什么宇杰的一个他的那个助理，对，什么陈宇杰的去发高丽菜，你知道在中华会啊细子那一个要被罢免的廖先祥，就是说什么中共那个车子应该要什么撞萧美琴那个马博被踩。你的意思说他应该找廖先祥一起去发青菜？对啊，不会炒油，就发了青菜啊，然后就那边，所以他现在的目的就是，反正国民党，反正你现在需要我，那我现在就是在高位，那反正我就是帮忙，而且因为国民党的票就是基本上吹在这边，所以现在确实不可否认，他们需要民众党那些票。可是问题是，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们国民党是把民众党救回来。不可否认，他们需要民众党那些票。可是问题是，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们国民党是把民众党救回来了。我们去看那个民调，刚开始讲民调，民众党的民调从去年选完以后，民调最高的时候是在去年的7月，就柯文哲案子还没爆发的时候，那时候7月是他们最高。接下来柯案爆发，有民进党的那个民调就一路甚至低到连10%都不到。现在他都回来了，我看那个趋势已经全部都回来。为什么回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可是你说回来，民众党回来以后，国民党得利吗？没有。国民党的民调跟民众党民调是相反的，就民众党上来以后，国民党就会下去；民众党下去的时候，国民党上去。所以民众党在最惨的时候，柯文哲案子爆发很多的时候，国民党那时候民调是上来的。结果现在民众党上来以后，国民党没有得利，反而是下去。所以你把国民党跟民众党民调凑一凑，跟民进党现在往差不多。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国民党只是把你的民调让给的民众党。那国民党里面有一种说法，我知道他们就说，因为反正我们也得不到年轻票了。国民党再怎么努力那么久，从马英九时代努力到现在，他们就拿不到40岁以下的年轻票，而这40岁以下年轻票基本上都在民众党的手上。所以国民党有一种乐观的认为说，我们就是要跟民众党合作，他可以帮我们巩固那40岁以下。可是刚刚三公已经讲了，现在你40岁以下还没巩固到，结果你40岁以上那些老人票就通通都已经到。被民众党去不要用40岁以上老人，不是，这里面有很多40岁以上的壮世代，你看看上头多年轻啊！国民党你还没赚到那年轻票，结果你反而你自己原本的那些基本盘很多都已经，甚至他们那些
长辈们、前辈们，他们认为说，民众党有战力，你看每一场，你去看那个他们那个直播的画面，拍手最多就是馆长跟黄国昌、陈安顺，反而国民党你自己的那些政治明星在上面好像铃声那个掌声稀稀落，所以现在这个局是在这个，最后还传出一个消息，起码我哇厉害，现在连黄国昌都可能要去选台北市长哦。最早的新竹市长，过来新北市长，起码连台北市拢要你去。今天记者问黄国昌哦，他说因为媒体独家掌握这件事，黄国昌说什么？他说报道内容啊毫无事实基础，浪费公共评论空间，他就不回你。他就，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竹市现在是高虹安的地盘，那很稳，所以大家新竹市没有什么问题。那原本黄国昌当然就思思念念就是那个新北市。黄国昌你认识他久，你就知道他的个性。人家说我不打没有把握的仗，黄国昌是不打没有100%把握的仗。当年的2016年他选系指立委是怎么选的？那时候是民进党因为那时候民进党跟时代力量合作，民进党已经把那个省发会这些要选的这些全部都清干净了，清到连民调他都觉得他已经稳了，他才决定要投身系指选。好，当然后来选上以后，2020年不敢连任，为什么？因为在也输嘛，输以后说我请赖嘉伦我的办公室主任来选，结果那一年小哥你知道，选上的赖品妤3个月就选上，人家拿了8万多票，第2名的李永平虽然落选，人家也拿了8万1千票，黄国昌推的那个赖嘉伦只拿到13000票，这13000本来是谁要拿的？是黄国昌，所以他不会去跟你什么沙卡度，他不打这种仗，所以现在新北市的局就是说，因为民调上最高当然就是李四川副市长，可李四川个人意愿可能不是很强，那另外还有意愿的2个，刘荷兰那不用谈了，我都比他强了，我们不讨论他。比民调的话，我可能都比他强，我们不讨论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洪孟凯，洪孟凯现在面临罢免，他自己也自顾不暇，他可能还需要黄国昌，所以这个时候那你说那为什么他现在突然放出台北市，也一直都是攻？哇，你讲哦，你国民党哦，有跟你讲话哦。如果你们不支持我选新北市长的话，不礼让，不把位置这个清出来，让黄国昌选新北市的话，我不排除哦。我晚上某年就可以登记台北市长，我妈拿个保证金捐一下，还是党的钱，我补一进去。哇，你讲，他这个就叫做什么？成事不足，但是败事绰绰有余。所以向雄天啊，就是那个本来提要倒戈的，原本意气风发的那位少主，基本上戳了蛋。所以我说他们这样子搞到这样。真的是引政治，你国民党真正去用强啊聊，感觉唔知啊。Thank you。对，你会怎么样看好？那当然讲说，今天问黄国昌台北市长这些事情，可是这过程当中，那大家还在谈合作的这个之后，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就是蒋万安他一定要连任的吧？那这个新闻出来，当然黄国昌就跟你讲说什么没有评论的价值啦，或者什么这些，可能为什么会冒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可是今天如果真的讲，刚才佩君有讲的，佩君刚是说，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蓝营团结的蓝营，面对到一个绿营或是跟绿营的其他的一些盟友之间，或是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你看到是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吗？那包括赖清德总统的10讲里头有一个，他是讲说，包括中华民国派跟台派，那其实大家一起为了台湾，等于是把这2个摆在一起。你觉得台派在这一次，那在这一次整个大罢免里面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台派在这一次大罢免，我们其实台派很辛苦啦。我先讲一下我们怎么分辨这些所谓不同派别。这个是政党偏好嘛，哈。那其实台湾民进党在最差的时候是2018年。那18年我们也知道是柯韩崛起啊，然后那个兔子跟着月亮走那一年，然后甚至到吴音宁啊不说我不会被强势的谎言所击倒。那接下来19年反送中到20年投票这一段时间。好，大概是你可以看到，除了扣掉这一段，这个像惊涛骇浪期，民进党大概历史以来都是呈现缓步上升的趋势。即便中间当过3个总统，也是一次比一次高，跟台湾的股市有点像。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叫做民众党啊，民众党也是的确刚刚讲的，在24年的时候，这个柯文哲总统大选300多万票嘛，对，而且我后来就开始又走下坡。那台派是什么东西？你要知道，投给这里民进党是多少？这里民进党大概都是平均30左右。认同自己是认为自己应该要独立的这一条数字，大概是10几%、20%，就是小民进党10%。以前我们称这个叫做独派，这个是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显示强烈独立意愿的。但另外一方面，
这一条蓝色的线啊，以前代表国民党的中立蓝，现在不是了，这个叫永远维持现状。然后共产党用红色，是这一条蓝色的线，你可以说它是中间选民什么知识蓝、经济蓝、知识绿、浅蓝、浅绿这一些，是这一条在决定投票的倾向的。而这一条在民众党出现的时候，他们多数人跑去投给了民众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解释是说，最后这个永远维持现状在这几年巨幅上升，因为过去这些被改造的我们所谓天蓝台、天蓝独出生就有台独思想的人，他们被切了一条时间断点，就是在民众党之后，他告诉他的那个支持者说，中国也没有那么坏啊，我们不然试着维持现状。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会说我反共也反绿共嘛，就是这一群家伙嘛，就是永远维持现状。好，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那维持现状要不要用力？我们要不要用力维持现状？那立法院为什么会发生大罢免？因为他们没有维持现状，他们开了时代的倒车，他们为了他们在立法院里面的这个粗制滥造的修法去做言辞上很强硬的这一些辩驳，所以导致我们这一些民主时代才出生的年轻人，不管你支持维持现状或者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群我们都站出来，觉得应该要罢免掉，这个就是所谓台派存在的动能跟工作嘛。所以，如果当一个台派是很辛苦，因为我们不是很喜欢每4年一次的亡国感，所以你们每4年都有副主席会去跟中国报告，每4年选完之后然后总召又要去立委那边报道。连2014年太阳花学运可以说是历史以来蓝营最低点的时候，他们都还很坚持要有蓝8线，也是傅昆萁带头的。蓝营的8个县市首长去中国说啊，你水果卖我们，跳过中央政府，这样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这个人在当个立法院总召之后，那个党团总召又跑去中国说，我代表中央政府跑去香港，所以我以为的民主宪政是我们2党要比谁比较好，可是看起来这两个政党为什么会说撕裂跟对立？因为一个要越来越扎根到台湾土地去，另外一个从他立法院的分布里面，他要越来越往中国去。谁跟中国比较熟，跟他有比较多的互动，能够听到可以听到天朝的圣旨，那我们就把他派更高的官。韩国也去过中联办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每半年要去那边上一次，然后寒暑假都会去。另外一边是这样子的蓝绿结构白影就是呈现天上的云朵，你也不知道它要飘哪里去。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我们才会有这次的大罢免。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啦。黄国昌的个性，我们又要讲过来他这个人就是很会记仇给他等交斗爆鸟七亚湾的人啦。黄国昌在政治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就是时代力量新北主委啦。他当新北市主委之前发生什么事？他被罢免。他被罢免的时候，他被罢免结束之后，一般像我被罢免，韩国也被罢免难怪他会跟韩国瑜走在一起。韩国瑜被罢免完开开心心的。我们被罢免完大概检讨一下，是论述是哪里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黄国昌被罢免的时候，就只差没开庆功宴而已。他说什么你知道吗？那些有出来投票的，就是我们时代力量的铁票，那些人不会投给民进党。他是这样子想。所以我们要在新北市遍地开花，由我黄国昌主导新北选情，那你要全军覆没。你要我继续讲吗？2018年的时候，时代力量拿下16席全国的县市议员，对不对？后来2020年就是他主导的，当时他不是主席，但是陈椒华是主席。结果主导完的结果，从16席变6席。注意哦，这6席里面，竹苗占了4席，那是邱显智的管区。另外台中1席，嘉义1席，黄国昌所主导的双北加桃园全军覆没。其实还有高雄。时代力量叫什么？OK， 很厉害啦。然后所以他是一个很记恨的人。他全国立委除了表态跟支持蓝的，他只有攻击过一个，他说叫大家不要投那个绿的，那个人是谁？赖品妤。为什么？因为赖品妤让2020没有选的他丢脸嘛。所以他公开的在直播说，全部都去罢免不是罢免了，不要投给赖品妤我不管对方是谁我也不认识但是不要投给赖品妤，哪有这种这个就是很记仇。还记不记得林昶佐驻芬兰大使？我跟你讲啦，出来泡他的前4个全部都黄国昌的人呐。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林昶佐的事情？所以黄国昌就是一个我没有看过比他还鸡肠鸟肚的人。我很抱歉，虽然他跟那个有些国民党的朋友在合作，但是这个人我没有办法，他不是我现实社会会碰到的人。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塑嘎的人。就是我们讲很塑嘎的意思，就是很做作。
所以给对啦，所以你难道国民党在第一阶段合作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中正、万华、士林、北投，你民众党是有人的。黄进你提供几份？吴一轩提供几份？那他们如果都提供党员名单的话，你们还需要今天黄旅锦如还会在里面吗？你们还需要打电话说什么？我2月几号之前要赶快写出来？不会吧？他们没有，我对民众党最大的政治利益在罢免这一战，他当然就是希望国民党掉个几席再来讲。OK， 你说政治之间尔虞我诈，当然你说大家都会为各自的政党之间，但一战是讲到台北市这一席就有一点啊，等一下，佩君等一下可以回应一下，什么媒体报道黄国昌要不要选台北市这一席？好，另外刚才讲到立委这一仗，如果真的一开始讲那个5席的那个媒体上报道，那绿营是不是把傅崐萁视为首恶？你花莲嘛，你要去投票的嘛。对，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花莲真的打得很热闹。光那个《更生日报》，我都不知道那《更生日报》，大家你登投我登上，对啊，就天天这样打。对，我要先讲啊，黄国昌这个战略，整个民众党的战略其实是柯文哲从一开始成立民众党就定下来，叫做败事那个成事不足，但是我败事有余嘛，因为我败事有余，我就可以跟民进党换，我就可以跟国民党换嘛。那个成事不足，但是我败事有余嘛，因为我败事有余，我就可以跟民进党换，我就可以跟国民党换嘛。那当然后期都是在跟国民党换的比较多，因为民进党就决定在2018年就跟那个柯文哲分道扬镳，所以跟民进党换不到的情况下，他开始用这个战略去跟国民党换嘛。所以黄国昌其实台北市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嘛。因为我们都知道，挑战新北市国民党最强的人选是谁？台北市长的副市长李四川嘛。所以我透过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宣布我有可能选台北市长的情况下，你李四川要不要让掉，不要去参选新北市长？现在国民党在对于新北市长的论述是什么？比民调啊。好，我就来跟你比民调。但是李四川，你不要去参选所谓的新北市长，这可能是黄国昌在布局这步棋。如果你去李四川，如果你跑来选所谓的初选这个新北市长的时候，我就可能我不选台北，我就去选台北。那我逼着蒋万安，你把李四川留在台北市，那我可能跟刘而然拼啊。那我黄国昌在跟国民党蓝白合的时候，我是有可能透过民调赢过刘而然，因为大家现在说真的，刘而然是谁？还很多人没听过，所以这个是黄国昌他的盘算，他为了自己的盘算，所以你看他实实在在在跑的是谁？跑的地方是板桥嘛，大关国小嘛，跑的地方叫戏子，送白菜的地方，送高丽菜的地方，都是在新北市啊，从来没有让人家觉得他在台北市有在跑嘛，所以他努力经营的选区是哪里？还是在新北市，所以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整个民众党的盘，他现在可以掌握谈判的筹码。说真的，黄国昌非常的多。第3阶段你们需要靠我，第4阶段你们需要靠我。不管罢掉几个，我可不可以谈判这些立委出来，都可以。这个是黄国昌现在的底气啊，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去放？我要去选台北市，所以国民党自己要小心了。他真的不是拿面包啦，他真的连吐司都不拿，2串香蕉拿过去就可以换你们一堆东西，因为你们现在面对的叫做大罢免的危机，你需要所谓的民众党的10%嘛。好，来一下花莲，我们等一下讲。佩君，你要先回应这一块。当然，因为周小平是直接回应讲说，哦，那真的，那他讲说那要力保上主，讲哇什么讲了很多。那你们现在怎么想？不是嘛？这小平哥，别人给的剧本，你不用真的跟着进去就跑个龙套也好，对不对？项庄舞剑，问题是舞的人不是黄国昌啊。黄国昌今天如果被直击说通化夜市去握手，或者这个大安站、捷运站在那边站路口 ，OK， 那可能真的有一些动作出来。但问题是，他被问到要不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就讲嘛，这毫无事实的根据，根本连评论都不用评论。今天如果照我媒体出身啊，同样如果你不笑而不答，他就说你笑而不答，里面一定有玄机，对不对？那如果你说没有，语气不够坚定，似乎这个话不说死，以后还有这个伏笔。除非黄国昌一刀往自己肚子切下去，当场切腹说我绝对不选，不然可能在这之前这个谣言就会继续一直传。那为什么要传这个谣言？很简单，蓝白不
不合的话，到底是这个民进党或民进党的朋友真心爱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好，还是因为蓝白合了之后会伤及的是民进党的利益？这个答案其实很清楚嘛。我觉得这个炒作，所以你觉得这是民进党放出来的？我不敢讲民进党放出来，但是这个谣言对谁有利，大家可以去想想。对黄国昌不会有利嘛？对国民党也不会有利。他清掉新北市的障碍，他拿台北市换新北市。你们真的，我说一句话，你们真的想象太多了。直到黄国昌去给我出现在台北市的街头之前，我都不会觉得这个传言有任何值得讨论的。你们双方都想象太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为什么想太多？一个想象出来的题目去套在别人的嘴巴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而且我说一句话，有2个人是黄国昌绝不敢挑战的人。哪2个？蒋万安、卢秀燕。挑战这2个人，倒的人绝对是黄国昌。黄国昌不会笨到去挑战这2个人。但李四川他会啊？李四川做民调就结束了。哦。不是吗？哦 ，OK， 他不是一直讲说我们要有一个公平的方式吗？但是那就做民调嘛。我补充上跟我上，因为我觉得黄国昌就算去选新北市长，他不是为了要去挑战李四川，是人家本来很久以前就有这个规划，风声也一直都有。那只能说他可能是台面上的，他是很想选，对，但是他不是为了跟李四川对 K 才去，人家本来就有那样的。想选的问题是你们那个现任市长想要培养的人啊，或是现任立委想要出来选的人都不强给他空间呐。你冒出一个李四川，那个就不好玩了。来，台北市来讲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我来评估一下，当然给佩君的是建议啦，给你评估考虑。我们没有说一定会怎么样哦。第一个，黄国昌来到国民党合作的东西。有人说是烤肉不带面包，甚至于烤肉不带面包带东西回去。那你换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可能更贴切了，婚宴蟑螂啦。我吃的，你这盘有要包，你有要吃不？无我要包回来。其实黄国昌现在的态度感觉就是这样，前提是还没有包那个红包，才叫那个。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一起处心积虑，他其实是有目的的来协助。那依照那个院长说他的，韩国瑜说他的，人中吕布。其实我讲歹听，讲较好听的叫做背骨啦，讲较歹听的这种叫变神啊啦，从头骗到尾，大的骗无够，叫细汉的骗来斗。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伊假鬼假怪，妖怪假势力，安怎讲呢？其实他现在是点线面的来侵蚀你。点好，假设罢免成功了，罢免没成功了。那其他被罢免成功的点，我民众党用点来跟你谈，谈不成，明年的县议员是县，我来跟你讲，你要不要？依照松信来讲，徐府，今天国民党正常提名5席，我们那边要选9席，那5席里面你要不要让1席给民众党？那就是4+1， OK， 或者是5+1。如果不让给他，他会怎么样？或让给他，他会怎么样？其实这就是点线面的部分，就是说，我要给你台北市。我今晚画，我没影被算，但是你要拿哪个地方跟我选？是不是新竹？是不是新北？那我个人认为，黄国昌以现在的阶段来讲，姚贵给谁里就是他在累积他的一些筹码。不管明年选举如何，像今天下午最新的民调出来，政党支持度，民进党还是31.6%，他从32%掉了1%多到31.6%，国民党从20点几。掉到18.9%，那民众党从14点多掉到10.06%，那中间反应没有特定属相，多了4%多，那也就是代表民众党的票势的那个支持者是一直在萎缩。那现在他当然只能来骗国民党啊，他骗谁？徐府真的要选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要不要选。但是换个角度，刚才上公讲，杨宝珍来的票都还比徐府高。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这一区刚刚讲到巧芯这一区，那巧芯有在包括派报啦这些讲说那个过程当中他的联署有伪造这些，我有看霸团有出来提一个数字，说低到什么0.1%还是什么这些，这件事情会延烧吗？这件事情其实我个人认为不会延烧，但是巧芯的做法就是派报下去，让大家可能甚至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但是有一些犹豫的人，看了这东西会有影响。那当然，霸团针对徐巧芯这个部分来做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那可能也是要做一个说明啦。不过比较重要的，你说松信的这个徐巧芯这个选区，我是觉得这一份呐，
我不管馆长穿不穿衣服啦，每个人讲7分钟，20个，140分钟，在7月13上午的9点40分，我只能说，你把秦惠珠、张维元议长放在最下面，上面这些人有没有票？没有票嘛。其实国民党现在其实到底这些人有没有真心挺徐巧芯？我个人还保留一个怀疑。又加上你找一个徐府可能选议员的人。我觉得徐巧芯这个操作很好笑。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就少了一个叫费鸿泰？费鸿泰，没有人比我知道我选区费鸿泰，我不敢说他可以加分到哪里，但他还是有他的支持者。但支持者现在是保持的，我不愿意带票，但是不代表这些人什么蓝营的大头等等，你除了蒋万安有票，其他人不见得有票。OK， 因为这一次的联署第2阶段为什么会达到4万多票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深蓝的根本不愿意支持你徐巧芯，所以才出。但这些人几乎50%都是支持费鸿泰。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来一战，刚才讲花莲，花莲现在已经打到大概已经是不只是巷战了吧？是，连槟榔的农民都在跳出来反傅昆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要讲出张俊当初在2017年的时候，傅昆萁因为张俊他有一个议长叫做赖进坤，他本来要参与国民党的党内初选按那时候傅昆萁就希望他老婆徐榛蔚可以参与国民党的党内初选，来竞争这个所谓的接棒他的花莲县县长嘛。那议长赖进坤他本来也要参与所谓的国民党的党内初选，然后呢，傅昆萁就跟张俊讲说，你要把这个赖进坤劝退下来啊，你要罢免这个议长啊，怎么可以让他跟我老婆竞争？结果因为张俊否定嘛，说国民党内也有党内的初选的机制啊，就要让他去参与党内的初选，结果记恨在心，傅昆萁记恨在心竟然把张俊议长，因为他祖父跟父亲继承的这个槟榔园全部举报是违反所谓山坡地的相关的一些法律，全部砍掉。竟然把张俊议长，因为他祖父跟父亲继承的这个槟榔园全部举报是违反所谓山坡地的相关的一些法律，全部砍掉。砍掉张俊就算了，还砍掉周边的其他的槟榔农的这些的槟榔树，让这些槟榔农无以为继生计就受到影响嘛。所以今天这个槟榔农就站出来说，我们反对你傅昆萁，而且要罢免掉你的傅昆萁说傅昆萁为了打压特定的政敌，就是张俊波及无辜的槟榔农民，让无数的农民耕作几十年的经济命脉从根拔起几十年，你说如果违反山坡地，你要协调嘛？结果他现在面对罢免的时候，开一场毫无代表性的槟榔座谈会。找亲信到场来背书，说要协助农民转型到今天才开始处理这些被你砍掉这些槟榔树的农民的生计的问题。说过去20年，我们曾经相信你会帮我们解决困境，但是花莲人早就看清楚了傅昆萁的真面目，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要告诉傅昆萁，你完全辜负我们的期待，你背叛了这块土地最善良的农民。这讲的真的是打中农民的心那其实傅昆萁真的是为了这些农民吗？其实他是为了打击政敌，去砍除了所有的槟榔树嘛，让这些农民无以为继嘛。所以为什么说花莲人说真的罢免傅昆萁有种种的理由？钟佩君不要再说没有什么理由了。任何一个罢免的立委，你看他们理由书，不然刘许婷不用写9999个字去回应这些理由。为什么这些人对于这届的立法委员的表现这么多的不满？除了傅昆萁他在花莲的恶行恶状以外，更有人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当选3个月之后，你就带了17个立委去见王沪宁？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最大的主轴叫做反共。每一个个别的立委被罢免有个别立委的理由，但是反共这条路上面，为什么中国国民党唯一立党的根本会被傅昆萁这个病毒带去见了王沪宁之后，变成这次大罢免最重要的一个散播的基础？到7月20号投票还剩下18天，在这过程当中，除了各政治
不管是政党、各政治人物，或面临到罢免的委员，或是民团啦，或各大政党各自的一些动作以外，整个社会发生的事，好了，譬如大家都在讲，这2天大家都在等美国的关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发生一些社会事件，会不会也影响到人民的一些的观感？它会不会间接的影响到包括对于罢免啦，像这样一些投票的印象？一中，今天民众党开了一个记者会，记者会是讲因为不是有工程师把那个检察官的照片抛出来，然后他们开那个讲说他们认为滥权羁押，同时因为这几天社会上面发生一些事情，譬如说丰原的一家5口那件事情，然后这2天在新北也有发生，然后有一个男的然后杀了他的妻子跟他的妹妹，这些事他们用这个某种程度，我看到蓝营跟白营都有把包括这些事情，那谁交保谁什么什么这些。这整个铺陈会不会有一些氛围上的影响？会，你看到他们开记者会你就知道，因为其实这2天网络非常的热，比较最早是因为有小草侧翼粉专不是做那个要检察官命债命还嘛，后来这个被羁押进监，这个应该的，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公然危害了，所以黄国昌也说不能容忍，国民党立委吴宗宪也说这个要办，所以这个要办。可是就在他们被羁押的时候，另外就刚刚小哥提到。那个丰原的5死，这个就是那个诈团，他交保，他这让5条人命都那个就交保。检察官他们就想说，法官可能想说，那就是按照过去的惯例，法官可能他们独立审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可是他们忽略的是民众的那个观感。好，那另外更严重就昨天那个家暴男，就是土城那一位，他杀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姨子，重点是那个太太是有申请家暴的，重点是。他的这个男生，他是有违反家暴令，然后后来被警察移去那个地检署的时候，地检署最后是无保请回，盖刚一更小灯熊皮就把太太跟小姨杀了。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前一阵子马来西亚有个案子，也是马来西亚非常在意的事情，就马来西亚的女大学生被我们台湾人杀了，那个他的家属希望可以判死刑，就那个案子说他判18年，我都没记错的话18年，因为他自首。昨天那个案子，我有注意到那个男的，就那个他不是后来杀了人以后从土城就开嘛，说要开到什么屏东老家，中间在彰化就投案，听到没？投案，那投案算不算自首？这个就法律上就有权衡的空间，而且那个人凶嫌在做笔录的时候，他说他有精神疾病，那就可以，你知道这里面就开始铺陈了，所以我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把自己的太太跟小姨子都杀掉的这样的一个凶嫌，会不会最后又是一样啊？一审把判北交之后 ，maybe 一审可能到死刑，然后2审又减啊，3审又 free， 就变成可能最后无期或是甚至更轻。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司法体系是强调说这是司法独立审判，那当然你是平常讲了，民进党也不能管这些事情。可是观感，我们在强调的是观感。为什么前一阵子黄国昌跟那个国民党要推什么法庭直播？他们是不管民意的，他们就直接进负2读，然后就是要硬干，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是有诉求的。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司法体系是强调说这是司法独立审判，那当然你。是平常讲了，民进党也不能管这些事情。可是观感，我们在强调的是观感。为什么前一阵子黄国昌跟那个国民党要推什么法庭直播？他们是不管民意的，他们就直接进负2读，然后就是要硬干，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是有诉求的。虽然这里很讽刺，我们的新竹的立委郑正贤，他有欠人家1500万的案子，一审是判要还钱，2审的时候，郑正贤跟法官说，可不可以不要公开审理？法官说你们不是。支持法庭直播吧？你现在又不要公开审理，这就是很有趣。可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件司法的事情，它会影响到人民的情绪。而这个情绪就在这个时刻，你看，不然他们不会选在这个时间开记者会，他们不会选在这个时间不断的去讲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对大罢免来讲，反正他们现在都是连结，就是反正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大家大罢免就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这件事情有。那我撇开大罢免，我纯粹就这个司法来讲的话，真的有时候要考虑一下被害人的感受，因为今天受害的不是你法官的家人或是你的亲戚，那几个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往生了。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办法给被害者家属一个公道，讲实在话，这个国家对不起他们。来，佩君。
自首跟投案的差别是犯罪事实被发生了没？投案在台湾不是法定减刑的事项，就回答一下黄老师的问题。我担心，确实啊，但是我觉得我同意黄老师讲的，就是虽然法律不是法定减刑的条件，但是我认为他确实做这样的动作，他心里打的盘算是这样子。那但我觉得在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北检在媒体上面认为说骂政治人物或者在网络上面恐吓这个网友说要找黑道处理他，这些在过去很多案子都被检察官认为是言论自由，就当你在骂政治人物的时候，那或者说杀人犯基于不同的原因不一定被判重刑。我们过去会觉得说我们尊重不同检察官或法官他们不同的斗哈吧，台语这样讲。可是当现在这个同一时间的案例发生的时候，网络上面做图文去嘲讽司法人员，或者是发文质疑绿营高官的健康状况，很快的被逮捕到案，然后甚至被这个羁押禁见。某种程度上面，你就开始会理解说，这个是不是在一些法律的精英前面，他们值得更多的平等？特别是今天那个两姐妹的爸爸，我觉得他在殡仪馆外面当然是哭断肠。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会触动很多人的心。他讲一句我听得很难过，他说都是爸爸的错。那当然媒体就进一步帮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应该说他想要更早阻止，让他们早点离婚，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被害人自己去就是自己给自己这样子的苛责，你看了会很不忍心。那可是如果我们对司法期待不外乎就是公平而已，那公平这个字其实很抽象，可是当这个抽象的名词、抽象的概念在这么多的案例堆叠起来的时候，它突然之间具象化，我觉得会让很多的民众现在开始，也许对司法这个大体系、这艘船上的司法人员有了一些问号。尚公，来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这件事情当有一些人把发生的这些悲剧这些事情，跟譬如像黄旅啦，或是一些伪造文书啦这些案子羁押拿去做相比较的时候，就是要为什么这个羁押那个不羁押，为什么要这样？当这些摆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你觉得未来的影响？当然，他对决定要罢与不罢的人影响都不大了啦。那主要是在一些疑虑要出来投票的人投票人。当然，这样一个比拟不同的案件这样比拟或许是在法界或者是一般人觉得说不同的案件还有不同的形成原因不应该比拟但是你看到政治操作把你比拟的过程当中，记不记得之前国民党里面被侦办羁押的时候，他们也举了2个案子，也是2个案子什么好像是什么挖眼镜还是什么的案子等等。那个交吧，他们也在做比拟嘛，但这种比拟，很多人民听了，他很容易接受，就说对啊，为什么这个杀人的为什么这样这个只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它的比拟对比性其实是会有影响的就是说，只是它的影响层面的大与小否，但我相信是会有影响的OK， 那建议，那对你们来讲呢？司法独立，可是这些如果要氛围会有影响。司法独立是大家共同的认知，只是在个案的讨论上面，或许有些人对这次的罢免，我跟尚公的看法一样，心有所指，但对那些要投不投的是所谓的还在考虑的人，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影响。但是我必须要提醒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操作的民众党又开了这个机会的目的在哪里？他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修理检调检察官跟法官，那他们的居心何在？我不清楚。不过整个对罢免的投票来讲有没有影响？我个人还是多多少少影响。但是大多数的人对这个所谓的案情不相当的、不相对的，甚至于错误连结的，通常还是有理性的分别的能力了。OK， 未来这些事情呢，对于整个罢免的氛围或国内政治的氛围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当然有待观察。当然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也还在等着，包括美国的关税，到底最后我们的关税会是多少？甚或有人直接讲，那个关税最后的结果会不会对于这次的罢免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已经公布的那些国家，我们不在那个里头。那当公布以后会是什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